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棵蝴蝶兰去年开完花之后，就给它换了植料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6-7个月了吧。看一下，除了它长出了一片新的叶子，怎么说呢？除了非常勉强的长出了这一条根，还是最近这1个月长出来的，其他的根就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了。好像这一边刚刚长出了一点新的根尖在这里。去年买的时候是用水苔种植的，花开完之后我就给它换了植料，换到用桃粒来种植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一点新根的踪影都看不见。去年同时间开花的蝴蝶兰换了植料之后，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都长出了花梗，唯独这一棵就是原封不动。遇到这么有个性的蝴蝶兰，真的拿它没有什么办法，还是给它换换植料，换一下环境看一下吧。这一棵换植料的时候还放了一小团椰子科的纤维。放这个椰子科纤维在这里呢，就是为了有更好的通风环境，同时也放了一点点水苔。同时期换植料的那几棵蝴蝶兰都长得非常的好，唯独这一棵就是不吃这一套。可能就像我们人类那样，有人喜欢吃饭，有人喜欢吃面包，有人喜欢吃包子吧。这一棵蝴蝶兰就是不喜欢桃粒木炭。看看它的根的情况就跟原来换植料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，没有变好，也没有变坏，就是原地踏步吧。这些根尖发黑的地方就是原来修剪过根的地方，也没有继续烂下去，说明了这种种植方法对它也没有什么害处。这里长出了一点点新的根，好吧，既然他不喜欢这种种植方法，就给他换另外的一种种植方法。在换另外一种种植方法之前，还是来给他修修根，看看哪些根需要修剪一下。发黑的根尖还是给它剪一下吧。其他的根看上去还是可以的，里面这几条根好像有一点发黑了，把它们剪掉看一下。这几条根就是原来这一棵兰花一开始长出来的那几条根，颜色也已经变黄了，留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，就把它剪掉。看看也已经开始发黑了。一般换植料3-4个月之后，如果这棵蝴蝶兰没有长出新根，说明它不适应这种种植方法。通常在换植料1个月之后呢，就会陆陆续续的长出新根、新叶子。像这棵蝴蝶兰换植料已经6-7个月了，居然没有长出新根，就说明了这种种植方法对它来说是不适应的，就需要换另外一种种植方法。今天准备用的就是水苔种植。水苔在种植之前泡湿，然后拧干水分，再把这些水苔弄蓬松。用的就是这个玻璃瓶子，是没有洞的。水苔的分量也非常的少，就是用这么一点点的水苔就可以了。
把水苔弄成一个球状，轻轻地放到这颗兰花根的中央。水苔不要摁得太实，轻轻松松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杯子底下面我是用了一些木炭，用木炭的目的在这里就是第一，木炭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；第二就是这个杯子有一点太高了，如果直接把兰花放进去，兰花的根就悬空了。放了一些木炭之后，根就直接的坐在木炭上面了。杯子的大小刚刚好，把这颗兰花种进去。这样就大功告成了，很简单吧？这种种植方法，杯子底下面放了木炭，水苔也是非常轻松的塞在中央，里面的空气环境是绝对良好的。这种种植方法如何给它浇水呢？可以给它喷水，也可以直接把水倒到杯子里面，只要木炭泡着水就可以。看看这一颗蝴蝶兰，这一颗蝴蝶兰也是用同样的种植方法，也是中央的地方放了一点水苔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颗兰花杯子底下面是没有放木炭的。经过3年之后，看一下这一颗兰花的根都已经自动的跑到杯子底下面去了。这颗兰花用这种种植方法已经3年了，今年又长出了花梗。这种种植方法真的非常的简单，没有时间的时候就简单的给它喷几下水，有时间的话偶尔给它泡泡水也可以。因为它是用玻璃瓶子种植，是没有洞的，它需要的水分也不多。如果要外出旅游的话，就直接在杯子里面留一点水，也就可以维持2-3个星期了。这一颗我会留一点水分在杯子底下面，大概是1厘米的水位，让这些木炭慢慢的吸水，水苔也会保持湿润的环境。我在考虑想把我一些原生种的蝴蝶兰也用这种种植方法，只是这个杯子有一点重量，如果把它们都挂在架子上面，我怕太重了挂不住。再想想办法吧。